比较精神分析第一个部分，在理论上必须回答的4个问题，在前一部分我们讨论清楚了啊。他必须回答的问题是创伤和幻想，到底是创伤还是幻想制造了心理问题？第二个需要回答的问题是什么妨碍了心理问题的治愈？是什么妨碍了心理健康的发展？是压抑还是发展受阻？压抑带来的结果就是替换，回避了真正的问题；发展受阻就是解离，造成了多种人格。第三个问题需要回答的是，这个理论如何看待性欲和性别？弗洛伊德认为，人的人格是围绕性欲发展起来的。克莱因认为，人的人格是围绕着人际互动发展起来的，性欲是这个过程中自然浮现的。性欲涉及爱、破坏和修复，它是一种衍生的产品。弗洛伊德也认为，性别是受解剖学的影响，解剖学上具有男性的特质，就是男性性别。后来的文化和关系互动流派提出，性别是文化的建构，是社会的建构。第4个需要回答的问题是，一个理论如何发挥作用？是实证的经验主义，还是注重讲述真相而不注重历史的真相？看待现在的关系和模式。理论上的需要回答的问题讲清楚了，它有4个。技术上的问题也有4个。第一个是如何看待过去和现在。弗洛伊德认为，人在过去的互动模式中学会了一种稳定的人际关系，这种模式会在眼下重现。但是互动流派却认为，确实人在过去习得了很多人际互动的方法、策略和模式，但是他也会对分析师有所观察，调整自己的人际模式。我们分析师的表现也会影响到受分析者的表现。其实过去和现在是交织在一起的。这是第一个问题。第二个回答的问题是解译。弗洛伊德认为，解译具有核心的治疗效果。一个压抑的欲望被解译出来，我们直面它，我们心里的重压得到了释放，一直回避的问题被我们正视了，我们不敢争取的，现在我们敢面对它了。解译具有核心的重要性，但是解译这个东西危险性非常高，一不注意我们就和真相失之交臂。我们向受咨询者提出了一个解译，可能不是真正的问题，但是受访者为了回避真实的痛苦，欣然接受我们错误的解译，然后我们就错过了真相，以为自己发现了真相，其实我们发现的不是真相，这是解译。第3个回答的问题是关系，我们和受分析者应该保持什么样的关系？保持一个权威，不做任何表态，不流露任何反应情绪，一个冷静的观察者，还是保持我们人格上的独立、平等和健全，跟他互动？埃里希·弗洛姆说，现在这个社会，人和人之间最珍惜的、最稀缺的就是真诚。我们自我欺骗，也欺骗别人。来访者真诚的希望他的行为带来了什么样的影响，能够通过分析师表达出来，一个人能够跟他说真话。这就是关于关系，我们应该保持什么样的关系？其实我倾向于后者，但是前者也不能说它都是错。我们扮演一个来访者希望出现的角色，让他看到真正的问题，或者反方向的扮演，它都有它的用处，要灵活的把握，根据具体的情境
适合什么样的关系，就灵活的扮演，不要固守一种模式。第4个需要回答的问题是在咨询过程中，我们对反移情的反应，就是反移情。反移情就是来访者的所作所为真的让我有了什么样的感觉，我是说还是不说，我应该在情感上有所投入还是保持冷静。依然是艾里希·弗洛姆的解释，真诚很重要，我们真诚的反映问题，但是它是有界限，是有边界的，我们不能出现对来访者的利用、操纵，要遵守最基本的道德的底线，这一条也是很难做到的。好了，现在技术上的争议我们说明白了。第一是过去和现在之间的关系，第二个解译优点和弊端，第三个是咨询师和来访者之间的关系应该是灵活的还是多变的，第4个就是关于反移情，我们是真正的有情感的投入，还是说没有情感的投入，在这个过程中关键要灵活，守住底线。当然说起来很轻松，它不是容易做到的。好了，整个精神分析的从弗洛伊德开始，沙利文、克莱因、温尼科特、费尔贝恩、埃里克森、科胡特、科恩伯格、罗伊沙佛、洛伊沃尔德、拉康，然后到最后的比较精神分析，我们有一个全面的认识。我们知道了一个理论，容易认为它对或者是不对，去激烈的追随它或者是反抗它，这或许都有一个问题。我们要在实践中多揣摩，结合情境。一个理论提出来了，它一定是符合我们的直觉，能够解决问题的。讲到了这里，或许我们可以回答：精神分析到底与我们的意义有多么重大？它首先是我们的一种思维方式，是我们人的一种拓展的自我认识，是在意识之外的。如果一切都在我们的意识之内，一切都是可以理解，一切都是给定的，不会发现无意识的行为，或许我们的人生没有这么凌乱。事与愿违的事情出现很多，我们就要去分析分析背后的原因。精神分析不是玄学，不是决定论，它是科学，这个我们在之前已经论证过。精神分析对我们每个人帮助都非常的大，但是它是一个非常困难的学习过程，因为它需要我们认识到人生的底层是虚无，一切理论都是虚构。我们在动物的特性之上，为了形成一个完整的社会结构，必须限制我们的动物特性。在这个过程中，我们受到了压抑，出现了很多问题。我们要认真的去分析它，看问题出现在哪里。它也有一整套完整的理论，丰富的视角。希望精神分析对我们每个人产生真实不虚的帮助，从而让我们找到人生的意义，能够有做出承诺、敢于承担的能力，能够享受与异性之间的亲密关系，能够接受父母、孩子良好的家庭关系，敢于争取，打开在我们身上不合理的枷锁。希望每个人都能找到真正的自己，在虚无之上建立出自己的人生的意义。好啦，谢谢大家的观看。